赤血沙漠呢隻 game 嘅設計真係幾得意嘅，因為佢哋純粹就係將近年嘅開放世界大作嘅要素全部砌埋一齊。機制上嚟講，佢係欠缺自己嘅獨特性，實際玩落都會覺得隻 game 嘅設計方向有問題，遊戲架構鬆散，內容同內容之間連續性欠奉，就好似製作團隊裏邊有幾支唔同嘅隊伍喺度各自為戰一樣。反而一啲唔係好緊要嘅 detail 咧，就有好好地咁打磨。咁如果話電子遊戲係一種藝術，咁赤血沙漠絕對係唔合格嘅。但係即使係咁，越嚟越多人，包括我自己啊，一邊玩就一邊屌，但係越玩又越停唔到手喎，因為太大啦，剎那嘅愛實在係太大啦。咁大家中意玩 Open World 就係中意喺個世界裏邊自由探索，忘我咁解謎同埋收集裝備。咁如果你中意收藏型 RPG， 咁你就一定中意喺隻 game 裏面收集無數有特色嘅 hero， 組隊配技去挑戰劇情關卡。呢種玩法咁有吸引力，係因為只要你打開隻 game， 幾時都有角色可以練，每次抽到新角色都會解鎖新嘅組隊組合。而 Raid Shadow Legends 就係呢種遊戲嘅表表者。Raid 7年嚟無間斷咁更新隻 game， 遊戲裏面有超過1000位唔同嘅角色，好可以滿足到我嘅收集慾。角色嘅造型都一直有進步，仲可以隨時隨地咁喺手機同埋 PC 上面玩。而我都覺得可以喺呢隻 game 嘅角色裏邊揾到魔界嗰種中古幻想浪漫。記得用我條 QR code download 隻 game， 因為新手玩家用我條 code 就可以獲得無數嘅大禮。首先係即時可以獲得嚟自不死族陣營嘅傳說英雄收割者傑克，15呢仲會有史詩英雄終極蓋拉克，仲可以入曲向呢4個傳說英雄裏面自選一個啊！咁我就梗係推薦顏值最高嘅流浪者愛麗絲啦，反正都係收集嘅，收個好睇啲噶嘛。咁呢啲英雄呢，就只可以透過我嘅專屬連結或者 QR code download 之後獲得，仲要記得要喺48小時內領取啊！如果你去 App Store 又或者用其他 link 去 download 呢，你係會攞唔到呢啲獎勵噶，所以記得用我條 link download 並輸入嗰啲咁嘅禮包碼啦，仲等即刻加入 Raid 一齊成為傳奇啦！由於赤沙真係太大啦，所以為咗捉緊剎那嘅未來，今次復 game 屏將會特別分成上下兩集嚟出。喺製作今次復 game 屏嘅上集嗰陣時，我嘅遊戲時數大約為110小時，主線係去到第9章，所以大家都可以將本片視為頭110個鐘頭嘅遊玩心得。赤沙嘅故事講述你屬於一個叫做灰宗嘅組織，灰宗同一個叫做黑熊嘅組織係不和嘅，仲有平時你哋係瞓街嘅。隨住一句吉安死咗啦，灰宗就為咗守護吉安嘅位置而戰。咁邊個係吉安呢？佢嘅位置係咩呢？冇人知，吉安都冇出現過。玩多80個鐘頭之後，先知道吉安原來係灰宗嘅領袖。隨即你哋就俾黑熊襲擊潰敗，主角就俾人懟冧咗。突然間跌咗落水呢，就變咗天選之人，攞到神器復活，漫無目的咁去咗另一座城市。然後你就會連續撞到3個神棍 NPC， 劇情橋段全部都係你幫完佢之後，佢就原地消失咗。唔知道以為我係啲咩天煞孤星，原來個個都係神仙嚟嘅。呢啲咁嘅垃圾劇情我真係唔知邊個寫噶，淨係掛住同後邊啲劇情鋪路，忽略晒當下嘅體驗。往後嘅古仔其實都唔係好得去邊嘅咋。譬如話劇情叫我去修行，修心養性之後呢，就要去教化一個力量至上主義者啊。修行內容呢，就係你平時都會做嘅 parkour， 中間我乜嘢都冇學到過。所謂嘅教化都係一場以暴易暴嘅 boss 戰。我一掌 ban 爛佢嘅頭之後，主角嘅結論係真正嘅強大係謙虛。咁我就想問下咯，我頭先邊度有學識過謙虛呢？我一掌 ban 死條友，又點樣體現到謙虛呢？嗰隻 boss 都唔係好傲慢啫。赤血沙漠嘅古仔寫得唔清唔楚，每段劇情嘅上下文關聯又好薄弱，修行教化領悟之間係可以完全冇連續性，成個古仔就好似係一個精神分裂嘅人寫出嚟一樣。主線呢一路跟隨住一個好 MMO 嘅格式，就係解決完一個地方嘅問題之後，突然間就有人叫你去停一停，去完全唔關事嘅地方解鎖新嘅遊戲功能，係非常刻意同埋突兀。
我唔會同你講啲咩隻 game 嘅重點唔係主線啊呢啲咁嘅廢話，因為一隻好嘅 game 係應該用設計引導玩家體驗隻 game。咁由於赤沙唔係一款好似寶武咁引領玩家嘅遊戲啦，於是玩家想向主線嗰度獲得引導係一件好正常嘅事，偏偏主線就係赤沙嘅一大缺點，更何況啲支線任務都唔係好得去邊啫，因為啲支線呢好多時都係一啲 A to B 嘅任務啦，仲要真係有好多跟隨任務呢。佢可能係想學 Red Dead Redemption 2咁樣響馬背上面傾下偈咁樣，但啲 NPC 真係行得好魔啊！你行得快過佢少少咋，佢直接翻起點等你，要你重新行一次。另一個令我覺得好難頂嘅呢，就係通緝犯任務，因為你捉完條友之後呢，你隨時要騎馬騎翻2公里先可以帶翻條友翻差館噶。中途如果有啲咩意外，你係要成個任務重新做過。而且明明隻 game 有5大地區，但係我會覺得以目前玩到第9章嚟睇啦，隻 game 對於每個地區嘅着墨都唔多。5大地區最大嘅分別就係風景唔一樣咯，唔會好似 Skyrim 咁樣做到每一個地區都有自己嘅故仔。然後一隻 game 無論整到再點跨啦啦都好，玩家都係透過媒介先可以同隻 game 嘅內容互動，就好似一部車無論性能有幾好，你都依然係要靠軚盤去控制部車。換成電子遊戲就係按鍵嘅設定啦，同埋 UI 啦。而赤沙嘅按鍵係真係設計得好差，用 PS5 手掣嚟做例子啦，跳、爬、滑牆都係撳方形，互動係撳實方形。結果我執嘢嗰陣時咧，好多時都會成個傻仔咁喺度原地跳，想爬牆又唔小心熄咗埲牆上面個火把。隻 game 一開始有好多互動呢，我都唔識點樣撳出嚟噶。後尾我發現呢，原來你要撳實 R1，專注指定個對象先可以叫到另一頁嘅指令出嚟啦。邏輯上呢，就同 MMO 入邊右 click 個 NPC 召喚個 menu 出嚟有啲相似啦。咁啱 R1 都係用提燈集中照射，而大部分時間你都會裝住個提燈，於是好多時我想做好多個動作都要拎住你盞大光燈零距離照射，哇！夜晚真係會光到你視網膜受損啊！呢啲都只係當中嘅一啲例子。當你一粒掣承載太多嘅功能，設計邏輯又太 MMO， 令到成隻 game 嘅操作好反人類啊！呢隻 game 玩到後尾啦，你係可以叫啲隊友出嚟同你一齊冒險，但係製作組就好似諗盡辦法，千方百計唔俾你享受同伴的愛一樣。想同同伴組隊，你要召喚要 loading， 但係去到主線啦、boss 戰啦，甚至部分嘅支線，又會俾人夾硬拆隊喎。之後想用翻又要重新召喚，就算俾你召喚到啦，呢紮隊友響戰鬥嗰陣時呢係好中意發吽鬥嘅，同嗰啲攻擊慾望極高嘅敵人呢比起上嚟真係好大對比啊！連你隻坐騎都打得狼過佢哋啊！而且戰鬥嗰陣時呢，啲敵人又特別中意兜去鏡頭以外偷襲你，又成日有10個火槍手圍住你嚟射。面對呢啲冇辦法睇到嘅攻擊，真係令人好厭惡。就連打boss嗰陣時呢，都會俾本應係報警版嘅卒仔騷擾。反觀我啲靚呢，就連 boss 戰都參加唔到。喂，乜可以咁講冇得嘅咩？作為經常一對多嘅遊戲，鎖定系統都做得好差。但係隨住遊戲推進啦，技能解鎖，我就得到我好中意玩嘅排雲掌同埋太極轉，可以捲走所有非道具，再一掌打翻去。睇住啲敵人俾掌風打到成排咁飛走，係真係有勁嘅。後尾我都發現呢隻 game 其實係有好多格鬥技，不過係需要好似格鬥 game 咁樣錯製錯出嚟。唔知道到我真正完成隻 game 嗰陣時，我可唔可以發揮到格鬥嘅潛力呢？但係你作為會周圍執裝嘅 open world 遊戲啦，武器嘅連技派生相對拳頭就冇乜變化啦。呢點又係有啲怪雞嘅，即係好似格鬥技同埋武器動作係由2條唔同嘅 team 製作一樣。然後平時戰鬥啦，明明係玩緊無雙噶嘛，一去到 boss 戰，隻 game 又精神分裂多次。boss fight 可以話係比魂係更加苛刻，可能係我技不如人啦，但係我覺得啲 boss 戰真係唔係幾好玩咯，好似只係夾硬拍料理拍到贏為止。咁除咗隻 game 嘅地面世界啦，遊戲上空仲有一系列嘅空島，提供無數嘅謎題。咁空島加究極手解謎，聽落係好王國之類嘅，但係實際玩落呢係真係好唔一樣。
只不過啦，我到依家都係覺得空島嘅存在意義成謎。簡單嚟講啦，就算你拎走成個空島部分都好，對隻 game 都唔會有影響噶。就好似隻 game 面整到七七八八嗰陣時，有人打完王國之淚心血來潮想加個空島落去一樣。更加唔好講啦，有啲謎題咧真係令人難以理解。仲有無數零零碎碎設計上嘅問題，的確係會將一個對遊戲有要求嘅人激到爆血管噶。不過赤沙犀利嘅地方就係你越去發掘佢，你就會越發現更加多嘅驚喜，多到足以叫人暫時遺忘上面所講嘅問題。因為赤沙嘅地圖真係做得幾出色下，以近年嘅 Open World Game 嚟做比較嘅話，赤沙地圖之遼闊係可以破壞你嘅認知，佢又有好大嘅垂直跨度。咁如果你仔細驗屍咁驗佢啲畫面，佢未必係最好睇嘅遊戲。但係如果你喺隻 game 入邊爬到山頂上面睇風景，你就可以好清晰咁飽覽成個遊戲世界，真係令人賞心悅目啊！點解我玩赤沙見到山就爬呢？ Because it's there。呢張地圖唔單止係大啊，內容仲要真係好豐富。無論你係沿路探索定係攀山越嶺，你硬係會撞到啲嘢嘅。由最常見嗰啲可攻略據點啦，去到收埋裝備嘅山洞同埋瀑布底下，完全估唔到會係點樣嘅遺跡謎題。仲有時呢，唔知點解屎忽撞棍就俾你撞到 boss 級敵人，打咗佢竟然可以完成到未接過嘅任務。去探索嗰陣時，你係估唔到你會揾到啲乜嘢，不過你一定會揾到啲嘢。隻 game 嘅地圖係唔會標示未知嘅地點，對於習慣咗 UB 式世界嘅人嚟講，可能係會好唔適應。不過隻 game 其實都有翻啲引導嘅。因為武器嘅陽光反射會標示出傳送點、風景點、遺跡呢啲咁嘅遺物，而且只要你企喺高處，都自然會睇到一啲可疑嘅建築物，進而就會想去探究一番，然後又會揾到新嘅地點、新嘅遺跡、新嘅裝備，食過翻尋味嘅你，自然又會想再揾下一個地點，再進行探索。呢種探索體驗並唔係赤沙獨有，曠野之息就做得比赤沙出色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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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過赤沙遼闊嘅地圖就令人覺得會有無盡嘅驚喜響度等緊你，所以我好多時都唔會理條主線，直接騎住隻馬向住未知嘅地方前進，因為我知道一定有啲乜嘢等緊我，咁樣就已經夠我玩成晚噶啦。喺嗰啲我唔應該去嘅地方揾到隻 game 後期嘅裝備，真係有一種作弊嘅快感啊！呢一份自由可以話就係赤沙最大嘅快樂，亦都係大家會沉迷赤沙嘅原因。玩赤沙嗰陣，你係可以感受到製作團隊最注重嘅地方就係隻 game 嘅世界同埋戰鬥玩法呢兩個基礎。至於喺呢個世界裏邊可以做啲乜，我夠膽講，連製作團隊自己都冇方向。佢哋只不過係好貪婪咁將市面上所有熱門嘅 Open World Game 要素隨意塞落隻 game 嗰度，但係佢哋根本就冇去諗過點解要塞落去之後要點樣同其他內容配合。主線、支線、空島呢啲咁嘅部分就算唔存在都唔會影響隻 game 嘅樂趣，相反佢哋嘅存在係喺度幫隻 game 扣緊分。結構鬆散又冇任何嘅 core game loop， 絕對談不上係一款佳作，亦都毫無遊戲設計嘅藝術。但係赤沙就正正係因為隻 game 結構太鬆散啦，巧合咁令到隻 game 嘅其他部分嘅缺點唔會太過影響地圖探索體驗。隻 game 地圖夠大，內容夠多，令到探索體驗可以自己撐起成隻 game， 令到你可以短暫忘記主線同埋其他低級設計失誤，沉迷響呢個遊戲世界裏邊，享受無數有趣嘅活動，譬如養下貓、養下狗，借住牧場同農場建立你嘅食物供應，指派你嘅傭兵隊友周圍為遊戲世界修橋補路、重建城市，行運成個世界收集神兵利器同埋稀有坐騎，再將佢哋啲技能拆落嚟重新組合，研究屬於你嘅專屬裝備，一路上仲可以睇到赤沙宏大世界嘅美好風光添。只要你可以無視遊戲其他部分，你就可以一路重複探索、戰鬥、尋寶嘅循環，真係好神奇啊！你唔實際玩過又點會估到係咁啫？不過我個人認為評價一隻 game 嗰陣時係要對成隻 game 嘅內容作出評價，而唔係單獨抽一項好玩嘅嘢出嚟講。所以以頭110個鐘頭嘅體驗嚟講，上古之淚救贖以5星為最服，我個人會暫時俾3星。買定唔買就真係要好好三思啦。
跟手就睇下剩低嘅遊戲內容會唔會改變我嘅諗法啦。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如果想睇赤沙嘅 review 嘅下半部，就記得訂閱啦。咁當然我都要感謝一直支持我嘅 YouTube 會員同埋 Patreon 會員。點解我知道要講多謝？我望下我嘅銀行 account 就知㗎啦。咁就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